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扎。今天晚上吃一家在上海性价比超高的日本料理。这家把套餐定价在980元的日料餐厅，如今在上海也是一位难求。我今天花了1379块，搭配了一个他们的清酒套餐。也有很多朋友让我推荐清酒，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看。如果这期点满5万赞，我做一期私藏酒单。开胃菜：雪蟹扇贝纯菜啫喱，冰冰的蟹肉，微微的甘甜，醋冻的量控制的还不错，不会过酸，能接受。今天配的第一款一个飞量泉酒造的，是日本现在历史最悠久的一个酒造。它这款酒最主要就是一个酸度会比较高，所以拿来做一个开餐酒，也可以跟一开始的那个雪蟹跟扇贝也会比较匹配。果然很匹配。一个大胡椒。这片厚切的大猪甲油脂满满，品质不错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那一款生酒，生酒的话它是没有经过那个巴氏杀菌，所以里面酵母是活性的。保存的话一定要保存在一个低温状态，因为温度一上去，它活性酵母一旦有活性的话，会立马再发酵，就把酒味全部破坏了。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偏爱生酒的，那种酒液新鲜的活力感非常吸引我，令我沉醉。半养殖的金枪鱼中腹和国产的赤贝，金枪鱼没什么好多说的了，倒是如今国产的赤贝越发优秀，清甜脆口。青花鱼卷，你们喜欢这个颇有童心的搭配不？青花鱼扎实的口感，搭配着米饭吃起来还是蛮爽的。它就是那个最古老的一个酿造方式。酒米的话，那时候没有人工的一个乳酸嘛，也没有人工的酵母，所以全部是一个酒桶，然后放米，然后一群人是不停的倒，然后空气中的一个酵母进去，然后让它自然一个发酵。这款虽然是生原酒，但并不是很酸，而是带有微微果香。黄油淋西施贝，上面配了一点葱丝和辣椒丝。西施贝是这家餐厅非常有人气的一道菜，厚实的贝肉上切着大气的刀花。我去，这道西施贝可以啊，软嫩甘甜还弹牙，会不会是今晚最佳呢？这个西施贝好评如潮，确实蛮好吃。是一款生酒，然后跟刚才一款生酒有点区别的话，它是可以到时候看杯子里，它含有一点酒粕在里面的，也叫一个清浊酒。这款酒在日本算是深受青睐的配餐酒了，能感受到淡淡的花果香气和柔滑的口感。做了30分钟一个马萨的，做了2种口味，一个马萨的，一个柚子胡椒。3分。被按摩过的章鱼口感极佳，有微微的嚼头，却毫不费力，牙口不好也没问题，就是稍微甜了，这个太甜了。它是一个生原酒，压榨之后没有去用水去调节它的酒精度，浓郁度是最高的。这款酒我蛮喜欢的，年纪大了，口味重了。据说这家餐厅比较擅长的是寿司，我来试一下。第一罐大猪甲。鱼身可以，米饭散了，捏得有点松，醋饭是偏酸的风味，适合常吃寿司的人。牡丹虾口感脆脆嫩嫩，但今天的虾吃到后面有些发苦。金枪鱼刺身造型可以，这罐处理的不错，口感润滑，鱼味清香。小竹甲，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偏爱小竹甲的，水润的鱼身搭配葱的香味，有点上头。我最爱的北极贝来了，口感之脆嫩，味道之鲜美，是其他贝类无法比拟的。略微炙烤过的表面，加上醋橘的清香，毫无腥气，只有鲜甜。金枪鱼大腹，因为套餐价格控制在1000元以内，所以餐厅也并不太可能用顶级的金枪鱼，这个可以理解。师傅捏寿司的时候融入了紫苏叶的香气，但大腹这东西主要还是看食材。席间邻座朋友请喝了一杯5种酒米混合的清酒，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知名的白酒品牌。今天招待炸出的这个剥皮配鲱鱼干是今天最后一个。好，谢谢。鱼身鲜嫩，鱼干香浓，这个季节就要吃这样的白生鱼。这罐也是目前为止最好吃的。对啊，果然是招待的都比较好吃好喝。好的，谢谢。喜欢海胆的小伙伴在哪里？今天这个马粪铺得满，爽！吃海胆手卷一定要这样一口下去，才能感受到口腔中鲜甜爆炸的快感。又到了让人紧张的小鸡环节。说实话，
无论是贵价店还是平价店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吃到一罐让我觉得美妙的小鸡。那么今天这一罐会怎么样呢？光看鱼生的样子有点危险哦，也还是腌得太酸，鲜味被压掉了。小鸡可能也不是特别厚，我刚刚有点在吃鱼皮的感觉。新鳗寿司，我对甜甜糯糯的食物一向还好，没什么特别大的感觉。但是我对师傅现在做的这个卷很有兴趣，光看食材就知道口感肯定非常丰富了。饱满的大卷切成4份，你们想吃哪一块？头尾最好吃哦。鱼肉、玉子烧、脆瓜、米饭，丰富又清淡，好吃也好看。走的时候，主厨李师傅送了份朴实无华的海鲜盖饭。你们看这朴实的北极贝，朴实的小脆瓜，朴实的山葵，把它们混合在一起，最后再铺上点朴实的海胆。你们猜这道海鲜盖饭好不好吃呢？当然，最近也有朋友问我，2年后还吃日料吗？我当然不吃了，谁敢吃啊？唉，好了，夜深了，大家宵夜去吧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